大家好，频道我是殷大吉。日本东京是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城市之一。东京共建有13条地铁线，拥有近230个站点，每天的客流量超过了1000万人次。如果有人在东京的地铁里开展恐怖袭击，那后果难以想象。其实就在20多年前，东京地铁里面就曾经上演了一幕现实版的生化危机，从而牵扯出了日本最臭名昭著的邪恶宗教团体奥姆真理教和奇葩的首领麻原彰晃。今天的内容就带你回顾这一次震惊世界的毒气事件。1995年3月20日，日本东京一个普通的星期一，由于第二天又是春分的休息日，不少上班族依然沉浸在愉快的休假气氛中。早晨的电车中挤满了上班的人，站台上人来人往，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5名神秘男子，他们背着背包，戴着口罩，手持一把长柄雨伞走进电车。5人分别搭乘千代田线、丸之内线和日比谷线，从不同方向的5列电车同时朝着霞关站进发。8点钟左右，5名男子相继从背包中掏出了几个报纸包裹的塑料袋，丢在地上，并用事先磨得锋利的伞尖刺破了包裹，随后纸包里流出了透明的液体。5名神秘男子趁列车到站之际迅速离开，消失在人群中。很快车厢里就弥漫着强烈的刺鼻气味，不少乘客感到眼睛刺痛，呼吸困难，许多人止不住的咳嗽，甚至有人晕倒在地。早上8点09，东京消防厅突然接到日比谷站的报警电话。报案人说，地铁内有多名乘客突然发生痉挛。5分钟后，又有多个车站相继报警，说好像发生了煤气泄漏，有许多人晕倒。在1个小时之内，类似的报警电话超过了150通。车站的工作人员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就为了不耽误早高峰的交通他们就是简单清理了车厢，就让列车继续运行。然而，越来越多的乘客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就连车站的工作人员也发生了晕厥。各个车站的报警电话让东京消防厅一时间应接不暇，消防车、急救车紧急出动抢救伤员，整个东京进入了紧急状态。虽然还不清楚具体原因，但地铁站开始清场，让民众马上离开，回到地面安全的地方。警察和自卫队的化学防卫部队也迅速赶赴现场，经过化学专家现场采样分析，造成东京地铁中大量人员伤亡的是一种名为沙林的物质。事件也被媒体迅速报道地铁站出现沙林中毒的情况，提醒民众注意安全。沙林又叫沙林毒气，学名甲茯磷酸异丙酯，具有微弱的水果香味。纯净的沙林是无色透明的液体，暴露在空气中会迅速挥发成毒气。当沙林以各种方式侵入人的机体时，其毒害作用能破坏中枢神经系统，毒性是氰化物的26倍。1938年，沙林作为研制杀虫剂的副产品被发现。2战中的德国纳粹也发现可以作为军事用途，并投入生产，计划用沙林制成化学武器对付盟军。但由于担心盟军会对德国实施报复，希特勒直到死亡也没有勇气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包括沙林在内的毒气。谁也没有想到，2战结束50年之后，这种恐怖的杀人毒气竟然出现在一座繁华大城市的电车里，而受害者又都是无辜的平民。沙林的出现也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恐怖袭击，而且是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化学恐怖主义。当天载有毒气包的5列电车在8点10分左右先后通过了霞关站，这里是毒气泛滥的重灾区。霞关站地处东京市中心，是多条电车线路的交汇点。这里临近日本的皇宫、首相邸府、国会和当时的执政党自民党的总部、日本警视厅总部等部门。政府机构比较集中，堪称日本政府的心脏地区。到这儿的乘客里面，一般政府公务员的比例较多，所以起初猜测这个行动是带有政治属性的。虽然毒气沿着地铁线路蔓延开来，但大多乘客被及时疏散。当天并未感到不适，可这次沙林毒气袭击的伤亡依然非常惨痛。造成13人当场死亡，5500多人中毒。不幸中的万幸电车中投放的沙林未经提纯，否则伤亡人数或许会破万，后果不堪设想。毒气留下的后遗症在未来才逐渐显现。其中14人中枢神经遭遇毁灭性破坏，终身残疾。这次事件也打破了日本战后维持近50年的安全神话。
经过连夜的消毒处理，第二天东京地铁全面恢复了运营。但之后很久地铁人流量照往常减少了许多，乘客们经常环顾四周，精神紧张。工作人员不顾疲惫，密切注视着往来人员行踪。那毒气事件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整个东京。事发的时候，日本阪神大地震仅仅结束2个多月，东京地铁又发生了沙林毒气事件，接二连三的灾难考验着每一个日本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那东京地铁毒气事件被报道后，也震惊了整个世界。究竟是什么人如此残忍竟对平民使用生化武器？因为当时日本的地铁缺少摄像头等监控设备，要从茫茫人海中寻找犯罪分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事发当天，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紧急会见运输大臣和国家公共委员会的官员，那只是尽快查明此事，严防再次发生恐怖事件。那警视厅立即成立东京地铁毒气事件调查组进行侦查，警方的调查也并非没有一点头绪，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1995年3月20日早晨事发，那晚上就锁定了目标，很可能是日本的一个新宗教奥姆真理教干的。那实际上，警方和新闻界早就在关注他们。那通过以前的一些事迹认定这个教派很危险可能会搞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只是没有想到会发生的这么快，又搞得这么大。所有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这个教团上面。这个组织很特别，大多都是年轻人，而且拥有名牌大学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在内部呢，也有很多像医生律师、科学家这样的社会精英。然而，他们都一致地服从教团的安排，否则也不可能制造出沙林这种生化武器。那么，奥姆真理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团体？他们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势力呢？这要先从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说起。这个留着长发、浓密胡须的男人就是奥姆真理教的首领麻原彰晃。他的原名叫松本智金夫，1955年3月出生在日本熊本县的一个贫困家庭，在6男3女的9个孩子当中排行第7。由于先天性青光眼，左眼几乎看不见，右眼的视力只有60%。他从小一直在盲人学校读书那时候开始他的支配欲就极强，很向往权力。因为相比于其他同学的全盲，他还有一只眼能看见所以他就默认自己在人群中的首领地位，横行霸道，对那些全盲的孩子展开各种欺凌和暴力威胁。那学校会给每个孩子定期发放津贴嘛？松本总是以各种借口把别人的津贴全部占为己有。到中学毕业时自己已经存下了300万日元。毕业后读的就是正常高中了或许自己的优势不在。这时候松本突然改变了自己的人设，变得道貌岸然，性格开朗，喜欢帮助别人，尤其是盲人同学。说自己的梦想就是拯救像自己一样受病痛困扰的人，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加入了柔道部，还获取了柔道2段。那作为患有先天眼部残疾的人他的励志和努力受到很多赞赏，甚至有人把他视为榜样。那在一声声的赞美中松本逐渐迷失了自我，感觉自己绝对不是平凡之人就萌发出了一个政治梦，目标考入日本政治家的摇篮东京大学，以后从政，最终成为像田中角荣一样的庶民首相。但身为学渣的现实成为了他实现政治梦的最大阻碍，2度报考东京大学法律系全都落榜了。他是这样劝慰自己的反正当政治家嘛，都是为了赚钱，那么我就直接赚更多的钱吧由此他开始了为钱财而不择手段的生活。1975年毕业的松本居住在东京的千叶县，学习针灸，开设了自己的针灸院，但感觉针灸无法根治病患不久倒闭。1978年，他开始研究各类修仙之道奇门遁甲之类接触宗教，还加入了一个教团。这时期，他也和自己兄弟说自己想从事宗教的事业。那1981年2月，在船桥市开了一家药品店，后来因为贩卖假药非法获利高达4000万日元。那虽然遭到了处罚，但也赚到了第一桶金。1983年，松本智金夫把名字改为麻原彰晃。麻原这个姓呢，是取自梵语，意思是王中之王。彰晃这个词日本读音就是接近于世家他开始为自己的下一个计划布局，就是宗教。因为他凭借敏锐的嗅觉和对人性的洞察，
看到了趋势。这日本在二战结束以后，用了50年时间快速发展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面对如此快速发展，也让很多人迷茫失措，精神空虚的年轻人对现代社会文明抱有一种危机感。那在当时普遍丧失信仰，传统的那些神道教已经很难得到年轻人的认同，因为成长过程中有各式描绘超能力的动漫，让他们对所谓的超能力更加向往，转而向神秘力量祈求精神的解脱和自我实现。加上文明社会赋予了他们高认知和高学历，所以很多人对现代科学加入精神性，就是科学和宗教的融合，而让他们产生归属感。那除开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外的各种教派，人们把这些叫做新宗教。在当时的日本呢，新宗教数以万计，不断吸收信徒。松本智金夫 （A.K.A. 麻原彰晃尊师）就是看到了这个趋势。1984年，29岁的麻原在东京开了一个瑜伽道场，称作奥姆神仙会。奥姆这个词也是取自梵语的发音。起初这个组织也就是向社会传播复佛外道的思想练练瑜伽，与各种民间团体别无二致。他也是个很好的瑜伽老师。可松本不甘寂寞，为了扩大影响力，编写了一本《超能力秘密开发法》。这个身为创始人，必须身上还有绝活让人信服于是他冥思苦想，终于整了个好活。花钱让杂志社为他刊登了一张漂浮神功图，此图一出颇具轰动效应，给人一种他有超能力的印象。其实现在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跳跃盘腿后的瞬间抓拍，还能看出他的这个柔韧性不错，核心力量很强，这个表情管理欠缺。但在当时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原理真就以为是飘起来了。许多年轻人对他的特异功能顶礼膜拜，陆续找到麻原拜入门下。1986年，他说自己修行中得到了最终解脱，悟到了自己是各种大神的转世，并得到了真传。1987年，把瑜伽道场彻底改变成宗教团体，融合藏传佛教、基督教、瑜伽、气功等因素，成立奥姆真理教，并在东京都获得认证，成为合法的宗教法人，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立支部和道场。麻原彰晃自任教主，声称自己有超能力，教徒通过修炼也可以长生不老、永远不死，并不断宣扬心灵鸡汤一样的人生真谛。那很快，日本社会又进入经济的泡沫破裂时代，不少人找不到工作，生活不如意，心存焦虑，感到痛苦的人就很认同他的理念，似乎就寻找到了精神寄托。陆续找上门来让自己逃离痛苦。那很多人第一次亲眼看到麻原彰晃都是眼前一黑，竟然不由自主的热泪盈眶。又干又硬，如芦苇一般的长发，每一撮都显得那么倔强，永远睁不开的眼睛仿佛饱经沧桑之后蔑视一切。信徒们不需要了解尊师的故事，因为尊师的脸上依然写满了故事。麻原会发挥自己的特长，先安排他们修炼瑜伽，信徒们就会感觉精神和身体都有了些变化。之后会给他们进行摸顶仪式就是麻原的把手搭在信徒的头上，然后念咒驱邪。那所有接受摸顶的人就会感觉厄运和痛苦瞬间消散，此后对尊师深信不疑。那其实他所说的修行基本就是冥想、瑜伽，这都是可以缓解人紧张情绪和舒缓身心的事情，并且瑜伽呢对身体肌肉和状态有很大的帮助。信徒们感觉到身心好转也是很正常，但他们只认为这是只有尊师才能做到的事情。而摸顶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在发生作用。那信徒本身就是相信麻原的理念体系心里也期待着被治愈，那潜意识里也愿意相信这个仪式可以让自己得到升华。在特定的氛围下，那加上尊师如此伟岸的形象，他们内心自然会积极的去回应这个暗示就感觉有用。经过不断扩张，麻原彰晃由1985年只有15个人追随，到1995年鼎盛时，在日本本土的信徒共有15400多人，在其他国家还有国外支部。那作为一个以青年人为主的教团，奥姆真理教在1100名核心成员中，40岁以下的占比约90%，20多岁的占所有教徒的一半。那麻原说，进入奥姆之后呢，钱财就已经是身外之物，所有的钱存在的意义就是奉献。那最好就是全都到我这里来嘛所有的修行都是需要奉献的。入会4.8万日元，那入会后参加预备班14.5万日元，尊师的头发一根只要1000日元，
摸顶治疗一次是5万日元。除此之外，还要购买各种限量的圣物举行仪式，比如购买神血和神露。所谓神血，就是在葡萄酒里加入迷幻药，人喝了会眩晕，造成受到神灵启发的幻觉。神露就是麻原的洗澡水200毫升每次仪式呢都需要100万日元。类似这种的仪式或者是治病还有很多都需要钱。他还研制了一种号称能进行脑电波交流的电极头套，可以产生低压电流刺激人脑，目的是使信徒产生和尊师精神交流的幻觉，费用是100万日元。所以看到很多信徒都戴个头套，光靠这些呢，就从信徒那里获得了20亿日元。信徒经过几个阶段的修行仪式，就能升级获得最高阶的出家资格。那出家就是要和原来的家庭、亲朋好友要断绝关系并捐出所有的财产，完全加入教团通过这样的方式，奥姆真理教集到了很多钱，同时还有一些企业持续盈利供教团使用。麻原彰晃已经拥有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麻原禁止信徒们杀生，每个人都必须吃素。然而他自己却成天吃大鱼大肉夜宵吃天妇罗。他严禁邪淫命令信徒必须禁欲。而他却拥有情妇100多人生下了6个孩子。在这里呢，麻原彰晃已然成为了帝王。可他并不满足。1990年2月的时候，麻原彰晃再一次轰动日本当时35岁的他已经是万人顶礼膜拜的教主资产庞大。最初的梦想在内心深处又被挖掘。日本首相也不是不可以争取他成立真理党，自任党首。这年，他带着真理党24名候选人参加了日本众议院选举。在选举现场当众拿出2亿日元现金，全都摆在桌子上，显示自己的财力。所有人感觉这人好像和疯子一样结果是惨败。这次的失败让他的政治梦彻底破碎内心也越发扭曲。面对社会舆论和别人的嘲讽，麻原彰晃气愤地对信徒们说，这是因为当权者害怕奥姆真理教壮大而篡改了选举数字。他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救了，以后只有靠武力解决，并笃定1997年自己将会成为日本之王。对于教徒的控制也越来越丧心病狂，比如给思想动摇的教徒注射迷幻药，想脱离组织的一旦被发现就监禁起来，断水断食直到饿死。更可怕的是，他还多次以拯救世界的名义向信徒下令可以杀害意图脱离组织的人。社会上的正义人士得知奥姆真理教各种反社会的黑幕，准备告发或揭幕，都会被麻原派人暗杀。一名律师因此被灭满门。奥姆真理教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邪恶组织。麻原彰晃为了更大的野心，和信徒们说出了自己的预言，并开始酝酿着更加惊人的计划。而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仅仅是一个开始，这背后究竟还有哪些阴谋呢？